请问一下，我们这边有没有那种人家丢掉不要的那种菜的回收的地方？一般的菜市场里面可能不会像我这种。天哪！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要被丢掉的食物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够一个。我们今天要拍一个很特别的企划。那我们在想，在台北，我们素食者吃素100元够一天，花100块就好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挑战。好，我们先去领钱吧。先领钱。不能领100块，只能领1000块。我们大家去吃东西的时候再找，反正我们今天2个人就是1人100块。现在9点多，我们还没吃早餐，我们先去找看有没有便宜的早餐可以吃。好，走。明天最重要的水，我们要喝多一点水，可以止饥。因为我们今天不喝饮料，没有钱买饮料，多喝水，没事多喝水。喝水不够，喝 Fin 就好。可是我们今天没有钱买 Fin。没有人，我们是不是太晚了？人家要关门。刚前面看到那个差不多10点就开始收了，所以如果10点过后要来这边吃的话，要到正门。观音素食啊，他们同样的早餐跟这是同样一间。我买最便宜的。我们刚买了一个面线跟一个油饭，都25块，所以我们今天早餐吃了50块。一人还有75块要过一天，应该可以吧？至少要吃3餐，早餐、中餐跟晚餐，而且要吃的健康，不能随便乱吃。这个看起来就可以吃得很饱，自备环保筷。这个地方在中山国小捷运站附近，走路5分钟就可以走得到了。观音素食，搜寻一下。糯米会维持比较久那个饱足感。对，这样子其实蛮便宜的，这要25块，很便宜，可以吃得很饱。它有加一点酸酸的调味，然后有香菇味。就给他们3样的，不过是学生，就照顾学生这样子。对了，一般的就照正常。刚刚那个店员看到我们，他是要请我们吃汉堡，我们不能破功，我们不能做就玩具了。所以他说，其实在这边他们还有帮助一些学生，复原大学，他们预算有限，所以他们就给他随便挑3样就50块，但是只限定学生。现在吃早餐时间大概10点半了，所以过一下子呢，我们要准备吃中餐。但是吃中餐之前，我们要先去为晚餐准备，所以我们要去一个神秘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在果菜市场里面，我们看可不可以寻找到那种大家卖不出去或长很丑不要的，看我们可不可以用很便宜的钱去买。找我们的晚餐。警卫好可怕、哦！我们刚才有没有看到一台很漂亮，想要捡，但是他还是盯着我们。他感觉要守在那边，我们就再绕一下，一点点可怕。请问一下，我们这边有没有那种人家丢掉不要的那种菜回收的地方？垃圾桶啊！我们来看一下。我靠，哎，这很完整。我们找到一颗蛮完整的西瓜，而且这个是在地上，这个是别人不要的，味道没有坏，味道没有坏。我们回去把这边切掉，应该可以。可以，走。哎，这个不是别人的哦，先解释一下，这个是地上别人不要的。其实这当天吃还很新鲜呢，你闻到味道其实都还很 OK 呢。其实这都就直接丢掉，真的很可惜。之前一直有想要做剩食的主题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搭配。今天刚好是100元吃1天主题，然后我们来翻看有没有大家不要的食物。其实很多，真的很多。有时候菜市场一般的菜市场里面可能不会像有这种有机堆菜的地方，但是果菜批发市场一定会有这种地方。但是你仔细看，其实有些菜真的很漂亮，对啊，还是可以捡起来，我回去洗一洗吃的。我们来寻宝一下。对，好。找看看，你看这些，其实有的人看那么漂亮，有没有？这些真的很漂亮。天哪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要被丢掉的食物哎！苹果哎，天哪，这个没有烂掉哎，这切一半应该还可以吃，我觉得。要回去切开来看才知道。好，这样我们的菜其实应该够了。拜拜。我们今天刚好拍，其实这些丢掉的菜里面有些还是可以用的。我们今天是拍这张影片。拜拜。你有录起来？有。知道 vegan 呢？天哪！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会穷的人哦来捡东西哦。对。他们以为你们是记者，那这些警卫就会赶。就是有2个火锅店嘛。哦，我知道，那个新闻。对。穷人都没地方。哦 ，OK。我们只要2颗苹果，里面还有一颗大西瓜，然后比较多的叶菜，这些回去再稍微整理一下，其实都可以吃。感觉我们晚餐有着落了。OK， 没问题。我们刚刚在拍的时候，有一个警卫一直在看我们，会特别注意，因为以前这边有新闻呐。对，之前有业者就是火锅业者来这边捡菜，然后拿去卖，比较穷人家真的会来捡菜，然后真的回去吃这样。我觉得食物被浪费这件事情，就是它都已经要丢掉了，那拿来吃，我完全认同这个观念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可如果要把菜捡回去卖钱的话，就会有点问题。其实有点不太对，觉得。没错，其实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思考这个剩食的议题。其实一直
直以来我都有在网络上看到关剩食的影片，但我第一次真正看到这么多被丢掉的食物，让我蛮惊讶的。拿那些菜还是回去清洁，真的还是要真的是非常做，可能要特别洗，把它洗干净一点。对对对，外观不影响它的营养价值。对对对，它只是长得不好看，但它里面成分其实是一样的。它内在是很美的。看人跟看食物都不能只看外表，懂吗？有一点点小作弊，因为我们平常是不会这样做。但我们今天就是想要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浪费食物这个议题。平常自己生活当中可以做，就是尽量不要买超过自己可以吃的量的食物，不要贪小便宜，因为它特价，我就买了一堆回来，超多，然后最后没吃完就过期，然后就把它丢掉，是一种浪费。我们中午要吃自助餐，它夹菜，饭是可以无限填的，对，这样才可以满足到中餐最饿的时候。我们的预算要各夹50元以内。我们刚刚有点失误，因为我们忘记把饭要加10元估进去。对，我一直想说啊，加50块饭就可以免费吃的概念，就忘记饭是要另外加10块你才可以吃。所以完蛋，我们晚餐的伙食费要减20块。其实原本晚餐有预计要各10块钱的饮料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那饮料用掉，就喝水就好，喝水就好。我刚刚吃了2碗满满的石骨饭，那个石骨饭超有饱足感。那样的话还可以喝汤，有甜汤跟咸汤，我们2个都有喝，超饱，好满足哦。然后这样子一个人只花60块，还算可以，非常高，就真的可以让你吃到很饱，就是靠饭跟汤，不是被饭撑死，就是被汤撑死这样。这样应该可以撑到晚餐了。对，我们晚上可以好好料理一番，还有水果，期待一下。猜猜看，我们剩多少钱？我们现在要吃晚餐，晚餐时间到了，我们剩下30块，要去用30块买白饭，然后配上我们今天早上去国菜市场捡的菜，看一下能不能吃饱，可以变出什么美味的料理，还可以吃饱。应该够我们吃了。好，高丽菜跟大白菜，还有美生菜到2颗苹果，但是看有些是烂掉，我觉得削开来应该就可以。我们偷吃一块看看。哦，很甜呢。我们今天有冰过，超甜的，很好吃哎。我们捡到一个宝了，水果哎。剩下30块全部买那么大碗的饭，配上我们去果菜批发市场响应剩食的一个概念，所以我们去捡的这些菜回来，还有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些水果，真的是amazing。我现在来尝看看这个菜的味道到底有没有差？对，这是从垃圾场的那一堆里面捡出来。好脆哦，好好吃哦，好饿啊，我要吃饭了。基本上一样哎，完全是这都是可以吃的菜，但是你没有想过为什么它被丢在地上，被丢掉哦。它居然被丢在垃圾堆里面。我们把它捡出来，它就变成食物，然后我们放在那边，它就是垃圾。到底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很好吃啊！这个西瓜也很特别，它就是被丢在外面，掉在半路上。其实那边车子很多，然后它整个压爆这颗整就报销就没有。对啊，捡到它，好大。他今天就是要让我们捡来拍影片的，老天爷都安排好，给大家吃看看。好吃的阶段，而且真的很甜，甜到一个极致了，对不对？很消暑。总结一下，我们今天花的钱，早餐一人花了25块，25块吃了油饭跟面线。中午去素食自助餐花了60块钱，真的非常非常饱，因为它饭跟汤是无限吃。晚餐买了30块的白饭，然后配上我们去果菜市场捡到菜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挑战成功。其实我们自己这样拍起来自己也很有感觉，尤其是去果菜批发市场看到那些菜被丢掉的那一段，真的非常有感。所以我们都发现这些菜、这些水果被丢在那边，但是我们捡起来回来切开来看，可以吃，是很意外的收获哎。但是我们这边不是在强调说大家都去果菜批发市场捡那些菜回来吃，不是这样。我们只是要透过这个主题来让大家思考一下，我们吃的食物是多么珍贵。100元过一天，你就会开始去思考说，我100块要去怎么分配，要怎么去买这些菜，可以让我吃得饱。你会更加的去思考说，这些食物对我会有什么意义。钱很少的时候，我们在吃每一口菜、每一口饭的时候，都会格外的珍惜。饿的时候吃起来就觉得哇，真的很幸福。可以满足那个饥饿的感觉，就非常幸福。所以不要再挑食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浪费食物，不要浪费食物，有装的菜尽量都把它吃完。然后我们还有拍另外一支50元铜板便当的影片，可以去那边看。右上角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拍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点喜欢，然后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、Facebook、Instagram， 订阅、追踪、分享。我们每周3、周6 6点准时在 YouTube 发布影片。下部影片再见，我是白龙，我是小树，拜拜 ，See you。
我们继续把剩下吃完，不要浪费食物，不要浪费食物吃完，真的还是很饿。来，有一个真的我加太咸。这个啊，第一道那个大白菜加太咸。第一个。